那些要装电梯的，对不对啊？其实你们不要急于装，如果小区里有装的，其实你们可以稍微晚一点，让别人先动工，你看一看这个施工队，对不对啊？做事是不是做得完美，做得好？他们做的时候，你去多问问，其实是问得出来一点东西的。比如说怎么问呢？那就很你看呢，像我们现在边上，我是15号，边上14号，对不对啊？你进来的时候也看到了，我们这个已经是钢结构已经到6楼了。对不对啊？脚手架也拆掉了，我们这个东西到现在他们下面的桩还没打，因为按照我们一般人的就是理解来说，造东西嘛肯定造房子嘛肯定先打桩造地基，然后你再往上砌了。我现在这个东西整体都好了，他桩还没打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也去翻过书，他这个做法肯定是不对的。所以说今天我也要去问问他们的。就是说你作为3楼的住户啊，你当初同意装电梯，那么你有没有考虑到一些就是说装好电梯可能会带来的影响呢？因为我之前采访的是1楼和2楼嘛，他们谈了他们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顾虑。我当时是没有同意。你没有同意？对，签字是我爸的。对不对？我非常急，那天就没有开过什么，我们没有坐下来谈过，直接让我们签约，我就觉得是有问题的。我总归是先反对了再说，你让我回家想一想。但你爸就是还是着急的签了。对，老年人因为肯定是他没有想的那么多，我们年轻人可能稍微想的多一点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对于我来说啊，我是这样想的，你加装电梯，你如果就是敲那么一堵墙，对不对啊？对我房子基本上是没影响的，我不会来那么强烈的来反对你们的。就是采光什么的，你也觉得不影响？还有马桶翻，他们有些人说的。这是有些人说的。那我这样说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要具体到我们这里，我们的北面是厨房间和卫生间。这倒是，每栋楼情况不一样。每个就到我这里，你说采光也好了，采光、通风、震动、噪音，我们的卧室都在南边，其实没什么影响。这些老实说，你们真的要装，我真的都无所谓，因为对我们讲，如果是我北面有卧室呢，我肯定有意见，对不对？我北面没卧室的，我拿这个东西来说你们，这个就是我不讲道理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敲过我这根梁的话，影响我房屋整体安全的话，那我肯定不能认同了，对不对？最起码你们要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吧。你按照国家规定来，你有这个东西。还是讲道理的。同意你装，但是说一定要按照规范来。对呀，就是你确实有这个规范来，那么我给你造。没有的话，因为你有这个规范的话，就是以后出问题大家都能够好解决。那我其实当时也不是啊，我直接不同意，我就发觉，因为你装电梯那么多人装，后续其实有很多责任问题，对不对啊？装电梯是一个新鲜事啊。对，法律其实是滞后的，还没跟上。就算我同意了，协商的话，我们肯定大家都要协商好的。像有些老的他不知道的，他其实都是我们业主的。原来我们这个房子是终身负责制，就是原来的开发商，我们出了问题的话找原来的开发商，开发商没有国家来兜底，对不对啊？现在你要加装电梯，国家是明确的，这个是改建，加装电梯就是改建改造。你改造的话，那你要得到原开发商的同意，他们有规定的要书面签字同意。如果说你没有他的书面授权，对不对啊？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设计公司，有同样资质的设计公司来造这个电梯，但是这个时候责任你自己担了，就是转到你建设方就是我们的业主了，就转成你们业主，你去看造好的电梯，对不对啊？它在下面都有一块名牌的，它有5个，就是5方责任人。第一个建设方就是这栋楼的全体业主。那么我这样说，他们国家为什么他说非常强调就是要协商一致？你如果就像我们现在栋楼，我有不同意的，你在这个建设方里面把全体业主算进去，那么就是把我不同意也算进去了吗？我本来就是不出钱，我怎么是建设方呢？那么所以说我们就要协商里面就要写好的，到时候你要把我这个责任给剔除出去的。那老实说，我们现在最早的不是平改坡吗？平改坡这个是国家它统一部署的。平改坡如果它平改坡出了问题，那么就是他当时找的施工队啊什么，他来担责任，那到时候会找的到底是谁的责任？对不对啊？加装不一样了。这个是就是甲方了什么就不一样了。现在我们这个甲方就是我们全体业主。所以说其实责任很大。那现在那一开始他们说啊，我们这个房子质量好，这个圈梁敲掉，上海而且又不地震，对不对啊？地震很少的这个说法呢，一开始觉得对，后来想想不对啊。你说我们现在这2年开始加装电梯加速了嘛？你网上也看到很多那种敲圈梁的那种楼，现在也越来越多了。为了加装电梯而敲圈梁，
不可能每步都好，而且是每栋楼都好。只要到时候敲圈梁的房子出现那么一两个，当然了，按照中介的一句名言，没有卖不掉的房子，只有卖不掉的价格。到时候我想卖的时候，下家过来啊，你这个房子敲过圈梁的，那他就是一刀骨折价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这个房子没裂过，但是人家说你这个房子敲过圈梁了，不敲圈梁影响确实很小。